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一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今天呢，我们会从你点开这一期占卜的时间节点开始，去看未来时间轴线上6个月这期间有关于你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关于事业当中、工作里面，或者是情感、感情部分，又或者是关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健康和状态相关的多个方面的一个哪些变化，或者是说会有些什么变化，有没有变化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仅仅是看未来之后6个月会成什么样子，我们会在看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东西可能会变，什么东西会比较的保持一致，又或者是什么东西会帮助你，或者是需要你去做一些调整。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部分哦。那今天我们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大家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组不同的塔罗牌卡里面哦。好的，那我们呢就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塔罗牌卡呢是天使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其实这个天使塔罗牌真的是一个非常老的、非常经典的一副塔罗牌我们这边又看到了它，很多朋友可能会对这组牌非常的熟悉然后呢，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能量宝石是青金石。OK， 青金石，这是第1组牌的朋友然后呢，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是一个那个就是那种月亮然后是暮色傍晚的这种塔罗牌的一个能量，里面是这样子的画风。然后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澳洲碧玉，红色的澳洲红碧玉。好，澳洲红碧玉。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塔罗牌是你面前的卡尔特龙塔罗牌。我们看一下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种画面好，那第3组牌的朋友呢，今天为你们选的这个能量宝石斑点石，斑点石。好，那为了方便你们呢跟每一副牌的能量可以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未来6个月我会有哪些变化呢？请宇宙分别从工作、事业情感、感情，又或者是健康综合状态，给出具体的指引和信息。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塔罗牌组，然后呢，用你的第一直觉去连接和感应，究竟当前呢跟自己最有连结、最有对应的塔罗牌或者是能量宝石是哪一个？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有朋友对其中一副塔罗牌和另外一颗能量宝石同时呢都非常的有感应，那么我会建议你2组都听听看，因为呢你的能量和信息有可能是被分到了2个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
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未来6个月关于你的变化吧。那我们就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青金石，然后今天是一个石柱啊，我们把它放一边。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关于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首先呢，我们来为第一副牌的朋友看一下，今天我给你们提前抽到的一些指引的能量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问宇宙关于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宇宙给了哪些提示？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抽到的是24号牌，这边是一个草莓，它的关键字是 agreement 啊，合同同意啦，或者是协商好啦，或者是终于能够和解啦啊，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个能量啊。这边我们还出现的是天秤座，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草莓上面有2个果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出现了天秤座，所以我感觉到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未来6个月的变化是有这样子的一股能量对指着你和另外一方，这个另外一方的能量有可能是，你现在比方说2个想法啊，这个另外一方的能量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这个另外一方有可能是你当前的一个人生选择，或者是一个选项。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变化就是关于跟另外一方的能量进行一个和解。也许当前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牌里面看到一些对应啊。宇宙可能看到了当前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没有办法同意，可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能不同意，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同意自己当前的一个做法，或者是当前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安排或者是计划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同意对方的一个行为举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我们需要去先忍耐，我们可能需要去先去承认这个能量的出现，然后我们再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能量当中啊，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其实是走向和谐的。如果当前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对立冲突或者是矛盾的东西啊，或者是矛盾的点，不要担心，因为未来的6个月我们有这么长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把它给综合调平或者是和解。那么我相信啊，你看在草莓的能量之中，就是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你会发现当前生活当中任何的矛盾和冲突都会结出我觉得是甜蜜的果实。你会和他这个能量，就是外面的这个能量或者是对象的这个能量进行一个很好的综合，那么你的生活就是去往和谐平静的这个整体方向去往前推进，对吧？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水元素，那么如果我们想去真正的和解调平，达到和谐和统一的话，我们要去综合的是现实当中的我们所谓的这种事情，我们情感当中的一个理想，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事情外面的事情和我们内心的理想，有的时候是我们理想的观点和比方说实际当中这个东西能不能够可行，能不能够真的办到。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就像天平两边，我们要去把它给调整一下，让它尽量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去往前。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未来6个月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觉得是会有很多的分析，会有很多的比较，会有比较多的那种，我觉得是理性对待啊，多方面考量，会是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整个6个月的时间里面啊，你们的一个能量趋势。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指引牌能量，宇宙给出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兔子啊，它给出的能量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东部绵尾兔啊，东部绵尾兔这一组牌呢，其实是草原动物啊，草原动物，所以它的兔子可能也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小白兔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兔子呢是东部的绵尾兔，它生活在草原之上。那这个兔子呢，它带给我们的能量是 nurture， 就是滋养和滋润啊。我们这个能量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啊，宇宙给出了2张指引牌，其实都跟水有关，我觉得都跟一些很温柔的能量有关系啊。那么今天它给出了一个提问啊，可以去让我们去思考的第一组牌的朋友，也就是说在生命当中，
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下和未来6个月的时间里面，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生活当中，像母亲一样滋养你的能量，滋养你的人，滋养你的事，或者是滋养自己的那些想法，究竟在你的生活当中扮演着什么样子的角色？这是来自宇宙的一个发问。那么这个能量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啊。我觉得宇宙当前呢在点你，第一组牌的朋友，点你什么呢？就是有没有把滋养自己的能量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其实当今的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滋养自己呢？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说我们当然会滋养自己，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做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样子的工作呢，它可能会比方说有比较好的工资，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份工作，它有比较好的这种名声啊名气。但是呢，等你真的做进去以后，你可能会发现虽然钱很多，但是你可能需要去以命换钱，因为加班呐，或者是工作量啊，或者是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啊，都会很内耗你自己。又或者是说这样子一个公司，它虽然名气很好啊，名声很大，外面的人听到以后好像是很羡慕你啊，但事实上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让你非常的烦恼，和你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跟你自己的理念，跟你自己的一个原本的初心可能是相违背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外部环境里面，就有可能会对你的内心造成一种冲突和冲击。那么在这样子能量之中，如果你继续前进的话，继续去与自己原本的那个初心相违背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能量你就没有在滋养自己，你其实是在耗自己。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营养就是这种水元素嘛，所以我们一定会谈到感情里面的事情。感情里的事情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位一个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有这样子的一个亲人，原本和这个人细雨相处或者是交往，你的初心一定是得到更多的爱，或者是让自己更开心，我们所谓的1+1大于2这种美好的生活。可是问题是，和这样子的一个人，无论是交往做朋友还是相处，也许等你真的跟这个人相处和连接以后，你可能会发现，无论是相处方式还是说话的理念，还是你们的概念价值观等等，可能是相互的去违背，相互的在否定，而不是相互彼此的支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无论是友谊的也好，亲情的也好，还是感情的也好，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滋养你。所以我觉得谈到滋养，而且我们今天是像母亲一样的滋养，那是一种真正的以你为重点，以你为中心，或者是你喜欢的方式。有的时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给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是一种能量，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他所谓的喜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性格，我们的从占星的角度来看的话，有12个星座，每一个星座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需求，每个人的需求还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星盘当中都有金星，那么每个金星他喜欢的东西也不相同，品味和口味还有这种审美也都不同，所以我们的世界是多样化的，也是多姿多彩的。而我们要去学会的是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需要的是哪个点，我们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首先要从整体的能量里面，我觉得是抽离出来，然后再回到整体能量当中，这个过程是不能够少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能感觉得到，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在这个地方点醒你的就是说，究竟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才能够让你觉得非常的温暖幸福，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能够让你真正的觉得有兴趣，是什么样子的人物关系才是真正你想要的，想去追寻的，想要去拥有的，想要去珍惜的。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你要勇敢的去 honor， 就是去敬畏你自己的那一份心，你自己的那个能量磁场的显化和呈现。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来自宇宙的指引，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我们这边是清醒。在清醒的能量当中，其实它的这个英文单词这个字其实它有个形容词就是 sober。很多时候在形容 sober 的时候是说某个人，比方说他晚上喝醉了，然后第二天呢，通过醒酒汤也好，通过这个锻炼洗澡也好，就是清醒了，
这个是它的这个，我觉得是词语当中最原本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到清醒，首先我能感觉到是什么呢？它有一种排毒的感觉，它有一种释放的感觉。清醒之前是什么？清醒的过程是什么？最后才能达到清醒，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6个月的这个变化当中，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会要去做一个排毒，也许你要去做一个人间清醒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就需要去看懂一些事情，看破一些事情，并且勇敢的选择一些事情，做出自己的决定。那么第三个，最后一个这个 sober 啊，它还有一个能量是什么？就是人间清醒。也就是说，我们能否用一个比较清醒的，能够看到事情表面里面的、表面之下的那种真相，去勇敢的面对自己的生活，也去勇敢的面对我们外面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看里面的真相，有的时候并不是看不见，也不是我们真的不懂，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所以真正的清醒有的时候是一份，我觉得是勇气，勇敢的做一个清醒的人，不随波逐流的一个人。这也是当前宇宙给出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有的时候啊，这种力量和强大并不是多么的刚强，多么的我们所谓的那种好像很蛮横呐，或者是好像不讲理呀，那不是强。真正的强是内心的柔软所带出来的那一份坚定，我们能够守住自己的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强。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牌的朋友非常有意思，来自宇宙的一个3个指引能量，它在指向着未来6个月的一个变化的整体方向。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抽取今天的塔罗牌，我们来分别看一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从事业方面呢，感情层面啊，健康和状态啊，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段里面会是如何的一个变化？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宇宙告诉我们啊，选择第一组青金石的朋友，未来6个月的变化有哪些？会是如何的改变？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呢是这个土元素的侍者。第2张牌，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感恩宇宙。好，第2张牌，水元素的侍者。哦，很多侍者的能量牌啊。其实侍者的能量，它在指向着一个消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可能性，一个新的能量的出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第3张牌呢是风元素1的逆位。好，土元素的皇后。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啊，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水元素的皇后，哇，今天的牌，天哪，大家有没有看到？未来6个月大家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成长的速度真的好厉害。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好，风元素的侍者，OK， 今天的牌啊，这个能量非常的有这种同步协调的感觉 ，OK， 大家可以感觉到吗？我们今天上面啊有这个土元素的侍者，就出现了土元素的皇后；我们出现了水元素的侍者，就出现了水元素的皇后；我们出现了风元素的1号牌的逆位，接着就出现了风元素侍者的正位。整个这个能量是有这种我觉得是很协调、很平衡的一种
感觉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未来6个月关于你的一个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体能量呢，它是土元素、水元素和风元素啊。风元素我觉得是关于什么思想啊、沟通等等方面啊，我觉得是需要你去学会打开的。这个是大家当前有一点，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像是堵住的感觉。那也就是说，可能当前有些朋友在想法当中啊，有一些思想是缠绕住了，可能有些想法是相互对冲啊，有些想法是相互对立啊。那么当前可能 A 也对 B 也对，或者是 A 也不行 B 也不行，又或者是某个人的观点和你的观点你都觉得是有道理的，或者是说你虽然现在不能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你还是坚信自己是对的。OK， 很多这种感觉啊。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大家不用担心的是，这个我觉得是想法当中的一个，无论是矛盾、对立还是冲突，或者是当前想不清楚的那种缠绕。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一定会有新的突破，因为我能感觉到风元素当前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对于大家来说有一点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新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新的一个点子还是有一点困难，但是过了6个月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在6个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啊，它是能够去出现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能够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也好，交流也好，或者是大家需要的一个信息，都是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的啊。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张牌，这里是一个土元素的侍者。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其实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大家会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耐心的方式去打开未来6个月的生活。在未来的6个月的变化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会比较接地的去实践一些事情，或者是比较以一种比较有计划的方式啊，一种我觉得是很有规律、很有规矩的方式，去把这6个月的生活把它安排妥当。土元素的侍者，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对未来的一个学业也好，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工作和事业也好，非常的有计划、有计划性。那么未来6个月，如果当前大家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规划出来的话，那么未来6个月的变化里面，就是大家会非常的有规划，非常的有。我觉得是整体的一个感觉啊，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套路啊。那么也就是说，会在比方说学习方面呢，或者是说在学业方面，在工作方面啊，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展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当然是在财务方面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突破。这边有些朋友是可以接到新的工作邀请的。有些朋友会有新的工作邀请，或者是有些朋友我这边看到就是工作里面有一些调整和调度，也许是你需要的，也许是你想要去得到的，又或者是工作当中有一些机会，有一些挑战你想去接，那么这些所谓的机会，这些挑战也是非常有可能在未来的6个月的这个变化当中啊，就是陆陆续续来到你的面前啊，你可以把他们给抓住啊，可以把他们抓住。那么在这个侍者的能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对于挑战是比较，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渴望的，就是有一部分的时间，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想要挑战，我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安逸的生活，比较稳定的一点啊。但是呢，从我们今天能量来看的话，未来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比较倾向于接受挑战，比较对新鲜的事物，对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会比较有好奇心，所以你们的能量是一个很开放的状态，是一个愿意接受新东西，愿意接受新挑战的感觉。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尤其是前3个月啊，这种新的机会、新的机遇、新的人、新的事、新的一些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关系啊，就是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是非常活跃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让你们去选择，让你们去我觉得是比较让你们去选择，让你们去比较，去选择抓住哪些机会，去选择跟哪些人做朋友。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兔子嘛，东部绵尾兔啊，
是什么样子的能量，这个能量里包括什么事什么人，对不对？能够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起到一个滋养你的作用。那么也许你想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啊，第一组牌的朋友，就你们可能会倾向于去滋养自己，让自己更加的过得更加的怎么讲呢，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那么你们就会选择真正的你们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别人要你选的，而不是你所谓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倾向于跟大家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比较去跟自己做一个和解，或者是跟外界做一个和解。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能够为大家去赢取和吸引更多的机会，对吧？我们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水元素的侍者，这张牌讲的是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未来的6个月的变化当中，我觉得你们也会以更加的用心去感觉、用心去感受的方式去打开这6个月的生活。因为我刚才讲过，其实我这边看到是有关于风元素的一个挑战，就有些事情大家用理性的东西想啊，可能不一定想得清楚，然后呢伤脑筋，很疲累，因为思想和思考是非常耗我们精力的。但是有的时候理性当中去思考和比较，就是它有太多的原因跟理由，可以轻易的去调整和变化我们的结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感觉会更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所谓的教育当中，就是学会用理性嘛，用逻辑嘛，用条理嘛，用那个法律嘛。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第二个武器啊。第二个武器呢，就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应、我们的直觉。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后天学来的，这种感应是我们先天，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每个人都有第六感，每个人都会有感觉、五感，或者是你的这种情感，你是能够感觉到的。所以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在6个月的变化当中，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开始，我觉得是愿意去启动你们的感觉，去感觉周边的人，去感觉周边的事，你会去开启自己的感受给你的一个回馈。就好比讲今天的这个人，新进的朋友，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是美好的，是想继续连接的，还是说你觉得这个朋友跟你诸多不合？那么这种感觉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逻辑分析，那么的累，那么的麻烦。这个感觉已经告诉了你结论，而这个结论就能够让你去非常轻松的去做决断，或者是让你很轻松的明白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能够滋养你的人，这个人还是说他会让你更加的累，让你内耗，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这个水元素的侍者，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如果这边有朋友做的是跟艺术相关的研究，或者是跟艺术相关的工作的话那么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会有新的灵感出现。OK， 那么如果你做的工作或者是学的东西跟艺术没有太多关系的话，那也是在讲未来6个月的时间里面，你们可能会对艺术和审美的东西更加的有感觉，大家可能会品味得以提升，或者是对于美好的东西你们会更加的关注，你们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外形，或者是对变美这件事情也是有这种新的一些理解，也会做新的一些尝试。OK，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2张牌那么我们第3张牌呢，就是这个风元素1了。这张牌呢，其实我还是会跟我刚才讲的就是有点像就是说我觉得当前呢，其实第1组牌的朋友仿佛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关系让你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立刻马上做决断，或者是这些人和这些关系这件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头疼或者是让你觉得好像很累或者是让你觉得不知所措那么未来的6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变化就是说你会找到关于这些东西的，就是这些能量的一个平衡点，你们会去到一个安静的和安全的地方做一个疗养。如果当前第1组牌的朋友，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关系让你疲累，让你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甚至影响你的健康，睡不好觉嘛，对不对？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疲乏，没有办法平静自己的思考。那么未来的6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变化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归于平静，用水元素去拉下来太多的理性，用感性去平衡更多的理性，太多的理性，让自己可以看破
啊，让自己可以看破。这个地方呢，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我觉得你们的思考有2次突破。第一次突破呢，可能是在未来的3个月；第二次突破呢，是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有些事情啊，它不是一下子或者是一次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你们要给予自己机会，也要给予自己就是尝试的空间。因为我这边感觉到明显的，就有些朋友可能对于有些事情啊，你们会尝试着跟他们和解，尝试着去更强烈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尝试着让对方能够接受你的意见。那么这些状况，这些尝试都是很好的能量，可是呢，你们一定要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一次性就能够完成和解决的。所以我在这个能量当中也看到啊，就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们的变化当中，可能会有2次谈判，可能会有2次选择，可能会有2次下决定。那么我看到通过2次的这种改变，你们会最终我觉得是落实，你们会最终来到一个和解，或者是你们最终会觉得 OK， 终于想清楚了，终于清醒了，终于看明白了，终于懂得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是第3张牌啊，这个是风元素1。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要去表达的，又或者是有什么很新奇的一些点子，给予他机会，给予他机会成长，也给予他机会犯错。因为失败呢是成功之母啊，我们要多给他们机会。有的时候也许未必是这个点子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条件的问题，我们去调整，我们去不断的去优化，有些我们的理想就能够成为现实。其实我这边也是相信啊，我们的世界很大，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很丰盛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匮乏的世界。但是我们首先自己的心里啊，要能够相信这个可能性。只有你相信这个可能性，然后呢，你再跟宇宙一起去显化和创造。通过一段时间，通过一些，我觉得是尝试，通过一些，有点像是怎么讲呢？就是每条路都走一走，每条路都试一试，最终你一定会找到那个最佳的方案，一定能够找到最佳的那个解决，一定可以啊！你要相信它。好，然后我们看第4张牌啊，第4张牌呢是土元素的皇后。这张牌呢就是在告诉我，其实在未来的6个月里面啊，很多朋友到了我们今天是前3个月，对不对？然后是后3个月，在后3个月里面，其实大家的能量是非常稳定的。前3个月里面，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突破啊、改变啊，或者是尝试啊，然后有很多新的东西啊，要去跟大家做一个，我觉得是迎接，你们也会去迎接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到了或者是后3个月啊，这边就非常稳定了，会有比较稳定的，比方说工作，会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学业，或者是会有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情感关系在这边。我们首先来看第1张牌，土元素的皇后。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家的规划或者是计划完善了以后，你们会非常坚定的去实施它，或者是去把它给实践出来。那么在这个能量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开凿的过程。就是一个开凿的过程，就是一个每天在重复，每天都在不断的努力，每天都在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很固定的感觉，因为大家已经选好了目标，或者是你们已经选好了这个对象，或者是你们已经选好了某条路，你们就会坚持的执行到底。所以后3个月，我觉得是在工作和事业当中，又或者是学业的部分，大家会迎来稳定期。那么在这个稳定期里面，我觉得你们会就是以一种非常稳定的心态，或者是说很成熟的一个方法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入的吸收的能量，它吸收的是你想去比方说做的一个事情呢，吸收的是你想去学的知识啊，或者是说以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去把自己想要去解决的问题一一解决，一一破解。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种满足感、幸福感和一种成就感。土元素的皇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可能会收获一些掌声，因为是皇后能量了啊。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在你的这种工作事业或者是学业当中收获一些别人对你的尊敬，甚至有朋友会在这个地方能量进行一个升级。比方说你之前只是一个小队员，你可能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就变成了一个小队长，
也许是名义上的，也许是别人真的会把这个小队长的名义给到你啊，所以他的能量的升级其实6个月的时间还挺快的。大家在6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是工作、事业、学业方面其实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成就，比较好的一个突破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你们真的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讲一下关于这个家庭关系啊，或者是家庭有关的信息。我觉得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第一组牌的朋友在家庭和家人的这个层面啊，我觉得你们会收获更多的温暖，或者是说你会感觉到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机会，或者是说你感觉到对方也是很愿意跟你2个人去连接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后背嘛，这是你的港湾，一个是我们往前向外，一个是我们的内宅，就是我们的家，对不对？这个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是土元素，所以我觉得家里的东西会给你一种温暖的感觉，会给你一种更加舒服的舒适的感觉，会给你一种好像总有人在你身边呢，能够去滋养你的感觉。人气不错啊，第一组牌的朋友人气不错，而且这个人气呢，我觉得是比较就是要么是家人的温暖，要么是友谊的这种支持，要么就是爱人的一种维护。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小兔子嘛，兔子的繁育能力、生殖能力都很强的。OK， 所以我觉得感觉到就是说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有人气啊，而且是比较好的一种给你情感、给你提供滋养的一些人会围绕在你的身边。第二张牌水元素的皇后。水元素的皇后呢，我看到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能量啊，其实有很多能量都在对指着母亲有关的信息。也许你未来的6个月会做一个好母亲，会是一个好母亲。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也许你的母亲，或者是像母亲原型这样子的一位女士，或者是一个男士都没有关系，因为它是讲能量嘛，就是有人会像母亲一样去照顾你。你会感觉到被母亲照顾般的温暖有爱，那也就是说围绕在大家身边的人一定会有这样子一位或者是更多，就是对你非常有耐心，对你提供无条件的爱，或者是你会给自己提供无条件的爱，你会对自己更加的有耐心，你会对自己更加的柔软。因为什么？我们这边有清醒嘛，对不对？清醒了，而且我们这边有什么和解 agreement，这种平衡的生活一定是让大家感觉到更幸福，让你们觉得这个关系我觉得是得到进展。有的时候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和解，并且去进展合一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和解，然后是进展，往上推进，往前推进，到达一个新的阶段。水元素的皇后直觉能力非常的强，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周遭他们的情绪，他们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你能够深刻的感觉到他们今天心情好不好，你能够深刻的感觉到自己的状态如何。只有知道才能够调整，才能够变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我们这边水元素上来了嘛，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当前你是一个冷静你是一个理性型的话，未来6个月的变化一定是让自己有感性的能量加入，去平衡太多的分析和比较。因为分析和比较是大家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的能量。第一组牌的朋友风元素，分析和比较是大家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能量，是很理性的一个感觉，也会是你未来6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去用的。但是只用理性或者是只去分析和比较是不够的，想要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的、合一的状态，我们需要用理性的东西去平衡它。最后一张牌，风元素的使者。这张牌呢，其实是我刚才讲过一种理性的突破一种理性的突破，去让自己清醒，让自己知道，让自己明白问题在哪里，或者是你究竟想问什么。那么在这边6个月以后我们可以看到6个月的变化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在6个月的这个时间节点的地方，就是未来往后推6个月，你们也许会收获新的消息。这个新的消息对于你们来讲很关键，因为新的消息会有可能刺激你们做新的决定，甚至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新的消息会为你们带来新的改变，你们就会有新的想法，就会有新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两次
2次变化、2次选择或者是2次调整嘛。那么在这边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当前对自己太过的严格，不要在时间当中逼自己太紧，因为既然有调整有改变的能量，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会出现2次，那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是会有变化的，有些事情是会有变动的，你要给这个东西一些就是你的心里要有这个准备，不要期待一次就能成功，不要期待一下子就能搞定，只有你相信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到来，只有你相信用你的直觉去感应到 OK 什么东西才是真正让我可以当前平静并且能够最终吸引最好结果的东西，那么你就去这样子连接，你就去这样做，你就这样想，调整你就跟着调整，你就跟着这个运势去调整，你就会发现你能够看到和收割最好的结果，或者是在6个月当中你能显化出最优的一个方案，最优的一个自我状态。好，那这里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所看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那么希望这些信息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指引灵感，也希望呢所有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能够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收获自己生活当中最好的滋养，滋养自己清醒并快乐着。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红色的澳洲碧玉。好，先放一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去连接的这个能量呢是来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今天我们的能量不仅仅会停在6个月以后的那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也会为大家去看整个6个月它的能量的运势，它有哪些变化，又会在哪些时刻发生变化。今天呢我们会去一个综合的给大家去看这个变化包含哪些信息，事业的、工作的、感情的、健康的、状态的等等好，那我们在抽取今天塔罗牌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来自宇宙给出的指引牌。第1张牌，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能量也是我们的首牌，就是这个6号牌西兰花西兰花。西兰花的能量呢，它的这个关键字给出的是领导力是领导力。所以我这边感觉到什么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整个我觉得你们在未来的6个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你们的运势，你们的能量是走在强势位置上，也就是说未来的6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有一些我们在讲天时地利人和三为一体合一的感觉，你们会和宇宙一起去创造去显化一个强势位的能量载体，会把自己的心愿变成现实，会把你们的意念变成现实。在未来的这6个月的时间里，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是会来到一个比较，就给我的感觉能量很强嘛，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你们会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地方，更加有利的位置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有很大的进步，或者是有很大的提升是这样子的一种能量，整体是这样子的一个展现那么在我们的能量当中可以看到今天有出现双子座，有出现天秤座这2个能量都是风象星座的2个风象星座在这边。那么风象星座呢，它主要的能量就是在强调着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看到了整体能量它落在了领导力里面，那么这个领导力如何来实现呢？答案就是通过沟通和交流。所以我觉得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语言能力、交流能力一定是非常厉害的，你们也要去好好的去把握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交流能力，或者是倾听的能力、理解的能力，让自己更上一层楼。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反应很快立刻马上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也许是你的领导，也许是你的长辈立刻马上你就知道你团队的人在想什么，有什么问题，对吧？这个是你的能力，这个是你的强，就是很强的地方。有些东西是天赋，有的东西就是一段时间的这种运势带给你的这种理解，那么你需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或者是利用这个时辰吧。未来的6个月时间，我们还看到了什么？还看到了月亮。我感觉到一种就是有2部分能量的回应吧。第一个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这个强势位的能量去让自己看到一些东西，从而可以让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的这种自信心，让自己对未来的一种念头吧，就是提升，从而让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激起更多的水花，激起更多的激情、热情，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我觉得是精彩。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月亮，我看到是什么？我看到是回应。回应，我刚才讲过啊，就是这个领导力之下，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跟你的长官、跟你的领导互动的很好，他们也许会对你有一些诉求，他们可能会向你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是给出一些挑战，或者是给出新的项目，而你们的回应很重要，你们的回应将助你们提升和升级。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让你的长官高兴啊，同时也是让自己的能力提升。还有一种回应，我们看到这个月亮，这个回应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别人对你有诉求。什么叫真正的领导力？真正的领导力其实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对不对？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有些朋友，也许你本来就在领导的位置上，团队的成员呢，对吧？他们可能是需要你的这种领导力，那么你如何去倾听他们的诉求，才是真正展现你的领导力的一个时刻。所以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那么你回应的越好，你的领导力就会展现的更加的突出，那么你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的这种成就感、自信心，以及你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权柄。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张，这个是指引牌啊，今天是我们的主牌第一张，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张牌。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蚱蜢啊，我们这个牌是那个草原动物啊，我们今天抽到是蚱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强的这种太阳花出现，蚱蜢的能量就是在讲跳跃嘛，往前跳。那也就是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未来6个月的变化里面，它强调的是一种突飞猛进，你要往前。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我们要回味过去，我们要咀嚼，我们要消化这个经历。但是我能感觉到什么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们的变化在于说，你们把过去所经历的，你们当下所面对的这些东西，它教会了你什么？你想如何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环境里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想如何的去展现自己？将会是未来6个月，我觉得是你能量运势的重点。这个太阳代表的是 life transformation， 就是你要如何让你的生活整体和全面的面向或者是跳向跨向更加精彩阳光的一面。这边有很多的成长我真的能感觉到有很多的成长。有些朋友我觉得就是运势来了以后就是整体你就觉得不一样有些东西就是抓得很就是能抓得住，或者是你能感觉到强烈的一种升级，你能够感觉到强烈的一种能力的提升，你能够强烈的感觉到就是有运气在你身边围绕着那么这样子的强势位，这种运势的强势位是需要大家去把握的。所以我觉得第二次牌坊，如果你抽到这一组如果你想在生活当中能够更上一层楼，或者是你想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好的更加能够让自己就是和自己的目标更加对齐的一些转变升级，那么未来的6个月时间很重要很关键，也是你们的好运之所在。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我们的指引牌第3张是什么呢？第3张呢，我们抽到的是 parental care。 这张牌呢，我觉得跟前面2张是完全不一样的能量，说明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在这边呢给了你一个补充信息。除了我们看到前面2张牌，我觉得前面2张牌是比较相互交叉的第3张牌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未来6个月的变化里面，你们还要关注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就是亲子关系。如果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是你在生活当中你的角色是孩子的话你是孩子，那么未来6个月的时间，不要忘记照顾你的父母亲，照顾爱你的人，照顾你的亲朋好友我听到是这个感觉。那如果你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是为人父母，你有小孩的话，我觉得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是很重要的。那么从这个能量当中，我们又可以从另外一面去看到，就是当你在事业、个人成长，或者是工作、学业等等地方去完成人生的这种跳跃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忽视到一些，或者是忽视掉一些支持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爱我们的、我们爱的人们。那么在这里呢，宇宙强调就是说，不要忘记他们。也许你的跳跃是来自于他们的滋养，
也许你的跳跃，就是我这边听到就是不要以他们的损失为代价，就是我们要平衡好嘛，生活当中的平衡很重要，不要一味的去做事业，然后就忘记了家人，也不要去。OK，因为一些事情就是感觉到取舍嘛。其实我现在感觉到，就是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世界当中，总是想着取舍，就是牺牲掉一些东西，然后换得另外一些东西。可是取舍之间总是有，就是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的人间里面所谓的这个，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更优解呢？你像这个天秤座啊，有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虽然说天秤座会看对立两面的能量，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能够去勇敢的去追寻，或者是寻找最优解。如果我们的心里总觉得得到一个东西就要损失一个东西，或者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而得到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世界想得更加的富足，想得更加的丰盛，让自己的能量也变得更加的富足和丰盛起来呢？我们能不能够去勇敢的，去寻找最优解？这个最优解里面既有自己的成就，也有他人的关照，对吧？有的时候是能做到的有的时候是能做到的。而且这条路怎么讲呢？虽然它听起来很难，或者是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是你要相信你是无限可能。如果你放弃寻找这条路的话，可能这个路就永远不会出现。但是如果在这里宇宙告诉你有一条最优解，或者是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办到。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能量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我觉得是怎么讲，就是给那种我们所谓的积极吧，可以用这个词吗？可以吧？给所谓的积极的心态的人吧，我觉得是注入更多的能量和勇气我们需要去有的时候勇敢一点，勇敢的去寻找最优解。也许别人都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呢，你就非要去相信它可能，然后去想办法。那万一可能了呢？就像我们所谓的梦想，万一实现了呢？那不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很令人欣喜的事情吗 ？OK，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有关于领导力，有关于人生跳跃，有关于这个照顾父母或者是照顾这个孩子相关的一些信息是大家整体我们看到在未来6个月的一个变化，我们呈现出来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从事业方面、感情方面、健康方面、整体状态方面，帮大家去连接一下塔罗牌里的信息和指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宇宙选择第2组牌的朋友这个红色的澳洲币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具体信息，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圣杯3的逆位未来6个月的变化，感恩宇宙。第2张牌宝剑1，第3张牌权杖7，第4张牌宝剑国王的逆位，第5张牌圣杯国王正位，最后一个是魔法师好。看一下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这个是未来6个月关于你的变化的一些能量牌卡和指引相关指引。好，首先我们来看第1张牌，
我们的第一张牌呢是圣杯3的逆位啊。这张牌我听到是什么呢？有些关系，有些所谓的虚假的一些关系，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有些情感相关的啊。这个东西呢，这个关系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指向着你的一些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关系啊，就有些应酬，有些圈子，或者是有些关系啊。在当前你的这个生活圈里面，我觉得是需要你去做一些，有一点像是，其实我这边一直听到这个能量在这我的耳朵里面围绕，就是所谓的撕破脸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有些人的关系，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所谓的尽头。这个镜头可能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说谁对谁错，有的时候可能只是说大家的这个怎么讲呢，在人生的轨迹当中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变化着，是吧？我们每个人都在运动着。可是呢，有些人走着走着啊，就是感觉到会变嘛。也许有那样子的一段人生时刻，大家会很亲近，或者是觉得大家很投得来，很有缘分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生所面对的环境，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我们在不同的这种外界相处里面，或者是自我成长方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啊。那么在变化当中，可能走着走着，两个人就会走得有点远，而且走着走着就有可能发生分歧和分道扬镳的情况。这个分道扬镳并不是说谁一定是对的，或者是谁一定是错的，也没有所谓的谁高或者是谁低，只是大家可能走着走着就走向了两条不太一样的路。那么对于某些事情的认同，对于某些东西的理解，也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分歧。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在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有缘则聚，没有缘就散。我们如果谈得来啊，相互能够滋养，能够相互的支持，就在一起。可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所谓的巨大的变化，或者是强烈的一种不一样，我们所谓这个能量一下就不同了啊。那么该散的时候则散啊！这张圣杯3给我的能量一直就是在告诉我有关撕裂或者是撕破脸，也就是说有些关系我们那种强行的揉在一起，强行的硬撑，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这种锻炼啊，去断开。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指引牌里的这个蚱蜢啊。也许曾经他在这个叶片上他很舒服，在叶片上有很多的小昆虫跟他是朋友，可是他现在需要跳跃，他需要向前了。那么这些小虫子或者是他以前的这些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理解他为什么会离开。这种所谓的跳跃是为了他自我的一个成长，或者是他人生来到这里，他就必须要去跳。可是这些小虫子呢，它有它的世界，它有它的生活，它有它的规律，它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蚱蜢的所谓的这个跳跃，这个所谓的时机已到。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些小虫子它的朋友去拖累它，或者是拽着它不让它跳，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分歧？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必须得做一个断舍离了？所以呢，在这里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当然也是对应在你们具体的情况里，但是总体来看，我看到就是说，未来的6个月的这个变化当中，可能有一些是需要你们在朋友圈里面，在朋友这个关系里面做一些调整啊。也许这个分离是暂时的，也许这个分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勇敢的去跳脱，只有勇敢的去，我觉得是一种分的感觉，只有勇敢的把一些不开心的东西能够去勇敢直面，然后去处理应对，才能够得到。来，我们看第二张牌，才能够往更加清晰、更加明了的新的开始去跨越、去跳跃。所以你看，其实宝剑能量一直都有什么？其实宝剑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去想一想。虽然说宝剑的元素呢，它主管的能量是沟通和交流，是风象元素，但是宝剑本身的能量，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保护别人，而保护自己和保护别人的方式都是通过斩杀。大家去想一想这个比喻啊，不是说真的斩杀，就是你去想象这个比喻，刀和剑都是兵器，这个兵器是用来干嘛的？它不就是用来一个是象征权威和力量，对不对？一个不就是所谓的斩杀之力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东西啊，就是最难断的则为情，对吧？最难断的就是情。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情不断，我们则不能突破自我，则不能突破一些所谓的一些境界吧。我们需要去突破这个情，但是这个突破情不是让你无情，更不是让你冷漠
这个情有的时候是能够知道有些情我们需要去如何把握，有些情我们可能需要另外的方式和方法来把握，或者是如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6个月的这个变化当中，其实大家是会在前3个月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比较清晰的一个，我觉得是更加明确的思路也好，更加明确的一个结论也好，或者是更加明确的一个决定也好。宝剑一，这个也是为大家去开启，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能量磁场，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场景，一个新的自己，这就是一个门这就是一个仪式，这就是那一扇门，让你去打开不一样的人生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或者是打开一个新的那个你自己。好，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是权杖七。这张牌我看到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地方，通过前3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权杖七，你们在一个很有力的地方。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牌leadership， 领导力领导力，你们已经站在一个很有力的地方，而且你们有战友陪着你们，你们有支持你们的人们陪着你们。这个能量呢，更加像是在大家的这个，比方第一个是在你们的这个工作事业当中有些朋友真的是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能够看到自己工作和事业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也许是大家平常所说的升职加薪，也有可能是那个机遇挑战，或者是一些好的东西就责任吧落在你的肩头你会很喜欢这个东西，你也是会非常享受这个位置。但与此同时，你也会遇到嫉妒你的人或者是说想把你拉下来的人又或者是有些反对的声音人呢站在越高的地方，就会看到更大的风景。这个更大的风景有的时候是好看的风景，有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不太好看的风景。在下面的时候呢，可能看到的少，反而东西呢可能更加的有限。那么站到上面去之后呢，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都有，什么样子的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代表着你的成长，也同时意味着你要去有更大的承受能力，或者是更大的心胸去看待、平衡，或者是说处理和对应这一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权杖七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在未来的这6个月的时间里，有些朋友真的是要去，我觉得是要有一些果断力有一些这种决策力，或者是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领导力。怎么做一个领导？领导并不是说别人要你干嘛你就干嘛，或者是别人怎么开心你就怎么样去下决定，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有的时候的领导力是让别人听你的，或者是指出一条明路，又或者有的时候是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或者是解决一个什么样子的方案，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吧，第2组牌的朋友，你要相信自己，因为你走在强势位里面，对吧？你走在强势位里面，所以如果你退让、回避、躲闪，或者是保持中立，我觉得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未必是好的处理方式。有的时候你需要正面回应，有的时候你需要去传递信息，传递你的思想，有的时候你也需要通过周边的人，我刚才讲过去吸收、收集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有的东西呢，就是让你觉得很开心的，有些东西可能不会让你很开心，但是他们有用，那么你还是需要去听到这些声音，对不对？这个是权杖七。好，我们再往下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呢？我们接下来呢会有2个国王，第一个国王呢是宝剑国王，对，第一个国王呢是宝剑国王，第2个国王呢是圣杯国王。这2个国王里面呢宝剑国王呢是一个逆位的，圣杯国王是一个正位的。这就明确的在表示什么呢？就是第2组牌的朋友在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我觉得是也许你们可以，因为宝剑国王就是有那个宝剑嘛，也许你们可以去拿起那个宝剑，可以去做决断。其实这边有的时候就是在讲，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去批评某人，你也可以去说某人怎么样，你也可以去公开的表扬什么东西，或者是你也可以公开的去说一些什么话。这里呢既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场景当中，也有可能是在你的比方说家里面，对吧？你可以很有权威的去命令去指使，你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
因为有的时候啊，很厉害的一个人其实挺有意思的，可以，但是却不用，有，但是不轻易的拿出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感觉。我在这两张牌里面明显感觉到，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们未来6个月的变化当中，是你们可以去挥舞你们的权柄。这个权柄我们看到是宝剑啊，是魔法杖，也有可能是你们的那种，你看权杖啊，也许你们可以去对抗一些事情，可以去很严厉的，比方说辞掉某人，也可以很严厉的去跟某人说再见。但是呢，你们会用一个更加compassionate， 就是有同情心、有爱、有包容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圣杯国王嘛，去处理一些事情。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你会让你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们看到最后的这张牌啊，是魔法师。你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能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就是魔法师的能量。魔法师就是那个意志力非常坚定，而且集中念力的一个人。所以我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在第二组牌你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未来的6个月时间，我觉得整体的能量都是把你们推向更前面。你看 jump 跳跃，把你们推向更好的一个位置，把你们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把你们推向一个更加有利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需要去怎么讲呢？我觉得你们也会做到，就是说用最好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也许所谓的这个宝剑啊，就是对什么事情，其实这边能量会有一点分割。这边我觉得是第一块的能量，这边是第二块的能量啊。就是当你们真的上去之后，等你们真的啊站到这个高的位置，或者是真的成功了。真的拿到了这个项目，或者是真的是，很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很有这种决策权的时候啊，反而如何使用这个权利，如何去下达这个指令，如何去指引这个方向，你们会非常的谨慎，因为责任变大了责任变大了。所以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圣杯国王就是以那种很有爱的方式，而不是以很冷冰冰的方式在处理面对你周围的这些事情，挺有意思的啊。你看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月亮的能量再一次出现了。月亮它是我们的最轻的那一个能量。我们除了太阳，太阳我们可以想象成白天的自己，月亮我们可以想象成晚上的自己。我们要是对自己温柔，我们就知道对别人也是需要温柔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非常脆弱的，是非常柔软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能够看到也许对方他也是很柔软的一个灵魂，只是他的表面有一层外壳，就像月亮一样，通过别人看到自己。月亮不就是这个 reflection 吗？反射，是不是折射出来，我们看到别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自己，我们看到自己，我们就能够看到别人。所以你看圣杯国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智者。看一下圣杯国王虽然是一个水元素的国王，你看这个水元素的国王他身上全是书全都是书，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元素的国王非常有智慧大家会像水元素国王非常有智慧的去处理和面对生活里的事情而这个风象的国王，你看丢掉了所有的宝剑、刀剑大喇叭说话那么大的声音是不是丢掉他的王冠不要压别人不要去我们在讲你有权利你就压别人，不要压别人不大声的说话是不是你看我觉得是这种感觉。那么同样的在处理比方说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处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来听我们占卜的朋友应该就是都是成年人嘛，对不对？如果是应对你们的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已经老了，所以大家又把他们当小孩，就是要去照顾他们那如果是对应自己的小孩的话，那他们可能还小，那你就是那个父母，你比他们知道的更多，你比他们更加的有力量，所以你也是要用这种我觉得是智慧去跟他们交流，用智慧呢去跟他们相处，用智慧呢我觉得是换来就是心心相印之间的那种理解，去换来心心相印之间的那种我觉得是同频和共振，最后呢是你们两个人都能够显化出来，就是无论是你还是对方都能够把自己真心的那个心愿把它显化出来。
很多时候在面对亲人和爱人的时候，包括朋友之间啊，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跟我们很亲密关系的这种人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跟我们想法那个最后的那个目标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可能就是要为你好啊，可能就是要可能你想为他们好啊，对不对？这个最后的那个结论那个点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方式和方法是很有讲究的，对吧？是很有讲究的。如果用这种我们在讲以上往下，就是往上从上往下压的方式，很难就是能够被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以同级的方式，以柔软的方式，就像这个水元素圣杯国王有智慧的方式，那么很多事情可能就会迎刃而解，可能就会变成队友就是我们之间你看这里不是敌人，而是同仇敌忾，是队友，是大家一起站在同一个战线里，大家一起站在同一个队伍里面去朝向共同的目标。大家连接在一起的是用什么？是用情感，用情感连接在一起，对吧？无论是家人也好，是同事也好是这个朋友也好，对吧？用情感连接在一起。你是那个领导人，你做的最好，所以你可以领导别人，你是他们的榜样，用你的这种智慧去引领别人不是去控制别人，是引领他人。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之下第二组牌的朋友，成功必将属于你，而你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自己的人生飞跃。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这个未来6个月你的一些变化，还有你的一些状态，包括工作相关的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今天主要是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些东西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指引，也祝福所有第二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6个月的变化当中可以去实现你们的领导力，展现你们的力量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去做到你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斑点石。好，把它放一边。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去看的这个能量呢，是说未来6个月有关于你的变化。今天呢，我们不会直接把时间拉到6个月之后的时间节点，而是我们会看在6个月的过程当中，有关于你的变化有哪些。我们会从事业、感情、健康状态等等方面去帮大家去看一下。好，在我们今天呢去抽塔罗牌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今天抽到的指引牌主牌能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去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16号牌，我们这里是一个 memory 记忆，我们可以看到有太阳，有狮子座，然后有一个秘籍。这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到的能量这个火元素非常强烈的，它在指引着有关于你的本心。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火元素对于你们来讲很重要，很关键。什么是火元素？真正的火元素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太阳都有一个小太阳，这个太阳就是我们生命之火，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去有帮助我们去燃烧，去释放我们的一种温度，去释放我们的能量。那么这个火，它的大小，它的火焰程度来自于我们的内心。当你对自己有信心，当你对生活的未来有自信，当你每天都知道要做什么，想做什么的时候，OK，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的这种火元素它就是非常燃烧的非常充分的，或者是能够为你点亮这个内心的光亮。当你人生处在迷茫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你更不清楚你每天在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或者是说未来会有什么样子好的变化，有什么样子的期待，或者是对未来完全没有期待，只是躺平的状态，那么你内在的火元素就没有得到充分的燃烧。所以当前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你也可以去反思一下，问自己，就是目前来讲，你内心的这种火，你的精神是充足的还是不够的？在未来的6个月的变化当中，那么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变化它能为你注入的能量，就是去让你回到你的本心，看到你的本心。这个记忆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真正人生在所谓的
努力的方向也好，或者是为了什么东西而奋斗也好，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未来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非常一致的。在我们最先开始的那个想法里面，比方说你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想去做医生，想去开飞机想出去旅游，想结交很多的朋友，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人教你的。这是你最原本那个小孩子，就是没有任何邪念，没有任何的影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的这种感觉和感应。这个东西在你长大的时候，既有可能被外界的环境所压制，也有可能被外界的环境所激发出来，让你重新想起和记起那个原本的自己。所以当前呢，我觉得在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去看未来6个月你的变化当中，其实我会有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回归那个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我们也可以约等于真正的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当中或者是生活里面时间久了无论是家人好同事好，同学好，老师也好，电视那些明星也好，我们其实是会被他们影响的，或者是说我们看到那些东西，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那也是我们想要的，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这些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处女座就是有一个审视的心，不是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要的，我们要能够分辨出什么东西是我们真的需要的，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一味的去追寻可能就会累自己，就会让自己很乏。又或者是说当前我们看到这个太阳狮子和火记忆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要想起就是那个意义，想起那个为什么，想起你最初的那个本心和初心，那么这个东西能够为你在当前的生活注入一股很厉害的一股能量在未来的6个月去帮助你火元素嘛快速改变。一旦有了火元素，生活的节奏就会加快了，就会提速了。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想不想让你的生活从当前的这个速度往上拔一个呢？就是往上拔一下，更快一点，更迅速一点，更有效率一点，你喜不喜欢呢？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指引牌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是迷迭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你看这里是一个蜻蜓，那么宇宙在问你下一个阶段你想成为什么？我们这里是 turn 转变。其实这个能量很好理解，就是那个蜻蜓它之前在水中浮着是一个小卵嘛，很小看不见，根本就不知道它什么东西。你能够想象那样一颗很小的卵有一天会变成带着翅膀的蜻蜓吗？所以这张牌让我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变成自己的过程，变成原本的自己，这个是未来6个月我觉得整体你生活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在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里，第三组牌的朋友一定会有变化，一定是有转变，而且这个变化和转变我觉得是当前怎么讲呢？有一些朋友在火元素的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是太需要这个改变，因为你的生活要被搅动，火元素就是变动要把它变起来嘛。你看那个火一来，那个东西就烧了，烧了就变了，对吧？你看那个纸化成灰了，就是火元素一定是带来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生活，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你勇敢的去改变，主动的去改变，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才会成为你喜欢的样子。那么这边有一部分朋友，其实我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有一点点的这种沉重和拖拉。也许你们想改，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行动，或者是说想改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又或者是说害怕变化，因为变化之后的未来是未知，而这个未知可能是你们当下有一点不敢去承担的东西，对吧？因为一旦我们在讲变化，它就有可能是2个方向，一个呢是变好了，一个呢是变差了，而保持原地不动仿佛好像当前来看是一个很安全的选择，对不对？可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也许它可能会变差，但是呢它有50%的几率是会变好。而如果说你一开始变差了的话，你可以继续变，一直把它变好为止。我觉得你们要有一种这种决心，
那么我觉得生活啊才会在你的手中，我觉得是变得精彩。因为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在这个能量连接里，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会觉得当前的生活不够精彩，很多事情可能让你觉得没有力气，没有精神，或者是你觉得说好像就是缺乏一种推力，就像那个火箭缺乏推力，没有足够的推力，没有足够的这个助推的力量去让你一飞冲天。那么你就要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去找到这个推力，并且让自己冲上去。你看这个蜻蜓，它长出了翅膀。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也一样，你们有翅膀。未来的6个月时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将在生活当中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翅膀一样，速度会变快，不断的有变化的这种因子会产生。你们将看到不同的风景，也将看到自己变化的过程。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成为真正的自己。在这里宇宙想告诉你，无论任何时候的改变都不晚。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你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关于你这一次想要进行的改变。因为只有你心里知道你是谁，只有你心里知道你不是那个小小的那颗小小的卵，看不清楚在水面上浮着。因为你知道你是蜻蜓，你是有翅膀的。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需要对自己负责任。你不需要跟别人交代，但是你需要给自己一个说法，就是对得起自己吧。所以说这边啊，我觉得是整个能量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也在指向着这边有意思啊，记忆能量指向过去，改变能量指向未来。所以2张牌同时出现代表着什么呢？有朋友第三组的，你们在对未来忠诚，也就是说你们觉得好像你们坚信的是过去才是真正的自己，但宇宙告诉你，你不需要对过去的自己忠诚，你只要知道，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想改变任何一面你的自己，这个过去里面定义的那个你可以做到。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过去的那个版本的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好像大家认为的好学生、好爸爸、好妈妈、好孩子。可是你知道，有这样子一个内心的火焰，有这样一面的自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一点叛逆、有一点大胆说出真心话的自己。也许你内心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孩子一面的自己，希望能够活得更加的洒脱，更加的活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无所畏惧。那么在这些能量当中，也许别人眼中的好爸爸、好妈妈、好孩子、好家长，就是过去版本那个自己。你需要勇敢的去打破它。打破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去做这个好爸爸、好妈妈、好孩子，而是你要把那一面就像种子一样的那个自己，被你封印的那个自己，把它给勇敢的绽放出来，并且和过去的这个自己做一个融合和兼容。那么未来的自己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一个有意思的人，一个有味道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他其实是很丰富的。他不是只是单一的那一种样子，他有很多个样子。他既可以是好爸爸、好妈妈，他也可以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他也可以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比方说好朋友或者是知音。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生活对于你们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变得更加的多层次，一定可以在你的手中变成更加不一样的部分，更加精彩的样子，只要你相信。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指引牌。最后的这张牌呢是寻找和找到发现。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未来6个月，它是一个探寻期。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将看到一些新鲜事，你们将显化出内心想要去看到的新的可能。这6个月的时间对于你来讲是探寻的阶段，既有机缘看到新的人、新的事，也有机缘让你发现可能另外一面的自己，从而你可以去选择打开它、发展它、培育它，还是说选择不去发展它。所以我们看到宇宙给出的第3张牌啊，我觉得是探寻和发现，这是未来6个月整体能量的指引。好，我们现在就来对应一下，在工作、事业、感情、健康、状态等等方面，第3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的改变，未来6个月的变化，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
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啊！选择第3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的变化，关于你未来6个月的变化是什么？圣杯骑士，权杖侍者。哦，sorry 啊，这个权杖骑士，刚才看错了，权杖骑士，权杖侍者，金币5的逆位。OK， 未来6个月你的改变和变化，感恩宇宙。金币6的正位。金币侍者的正位，最后一张牌，最高祭司。这个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那个大主教。我们这张牌是5号牌，大主教的能量啊。来，我们看一下。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这边未来6个月的一个变化。首先吧，我们来看一下未来6个月前3个月的能量是怎样的啊？我觉得整个来讲，第3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的变化里的前3个月，其实你们的能量在往怎么讲呢？就是转向一个更加，我刚才讲过是注入火元素嘛，对不对？首先呢，会有一些很快速的改变，会有一些很快速的进展。权杖骑士的能量啊，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你们可能有一点就是可能忍不了了啊，忍不了了，所以就有那种冲动的感觉，有那种很激进的感觉。可能有些事情你们之前能忍啊，但是呢，未来6个月的时间，前3个月我觉得是忍不了了。有些东西就是想要去，我们在讲，比方说啊，说走就走的旅行，比方说有些事情你忍了很久，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啊，未来6个月前3个月的时间，你可能想冲一把，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无论是事业的、感情的啊，这个是物理距离的改变都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它这种冲动的能量，权杖骑士一定是之前可能忍太久，忍不了了。而我们整体未来6个月啊，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走的是火元素的运势，所以其实火是能帮到你们的。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啊，其实害怕呀、犹豫呀，都是想太多。如果放下这些思想，放下这些犹豫，放下这些分析和比较，说燃就燃，说烧就烧，说走就走，说干就干，这就是火元素的表现。那是一份从宇宙那边得到的直觉跟灵感，快速的，说不出来原因的，而且是同时的进行，这就是火元素 intuition 的能量。而权杖骑士可以讲是把火元素能量发展的很极致的一个感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骑士他骑着这个飞龙，他的后方是一轮这个明月啊，满月。也就是说，从直觉当中感觉到了一个东西，无论是情感当中想要去表达，无论是人际关系里想要去到达他那里 ，OK， 无论是谈生意还是谈感情，到达他那里立刻马上出现，不等了，还是说有些什么事情啊你不想再等了，直接冲过去。这些能量有可能是在未来的前3个月可能会展现出来的。那么我们来看第2张牌，权杖侍者的能量。权杖侍者的能量呢，比较多的是一种，我觉得是探寻，它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啊，就是想要去发现。这里其实是机会能量。我们今天看到了2个机会，权杖侍者的机会，然后呢是金币侍者的机会。一个呢是有关于学习，但是学习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后3个月表达出来、表现出来。那么之所以你想去学习，或者是显化出了学习的机会，一定是跟前3个月有关。我觉得大家在前3个月的时间，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对待人事物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许你们会很想探寻新的可能性。这个新的可能性可能是从当前的生活出发，能不能够有新的东西能让自己尝试。
比方说探寻一个新的什么工作，比方说探寻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机会，比方说想一想去别的城市生活，去别的地方去旅游，可不可以呢？就是这个权杖侍者，我觉得是有很多的那种调查呀、研究啊，然后是试探呐，或者是尝试啊等等。权杖侍者。那么最后一张牌呢，金币五的逆位，这张牌讲的是脱离苦海。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是脱离苦海自救的能量也是很凸显的。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自救和脱离苦海的能量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第一个，有一些朋友啊，我们这边是狮子座，有一些朋友呢，如果在生活当中比较依赖某人、依赖某事、依赖某个公司、依赖某个团体的话，我觉得有种依赖会让你很辛苦，越依赖不了，你就会越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失望，这个外界能量，你就会越来越疲乏，你就会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那与其被这个外面的能量就是失望透顶，不如自己凿出一条新的路。这也是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在未来6个月可能会去能量转向的地方。狮子座，守住自己的那个原本的初心。也许你之前以为这个平台能够带给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你想要的那个未来，你想要的那个生活，但是事实和之前的期待差距很大。你希望它能改变，你希望它能够变化，从而你可以变化，可是这种依赖和连结会让你失望。也许你觉得这个人能帮你，他一定能够帮到你，但事实上却是还不如自己帮自己。因为我这边是金币五的逆位嘛，需要去换一个角度去撤开或者是撤离一个东西，与其去寻找帮忙，不如自己开辟。这边有这个能量，火元素金币五的逆位。而且呢，在金币五的逆位当中，我还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说脱离苦海嘛，也就是说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点吧。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好像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这种苦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叫火元素的土啊？其实火元素并不怕挑战，不怕难，不怕吃苦，不怕天太高。火元素的苦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希望。火元素、土元素，这就是典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去重新拾起的自己的火焰。也许你们通过一段时间，就是你们前段时间的这个选择啊，无论是主动的也好，还是被动的也好，也许你把你手中的火焰、心里的火焰交给了另外一个能量体、能量的载体，它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也可能是公司，也可能是组织。你把你的火交出去，你以为大家在一起可能可以去相互取暖，可以相互帮衬，事实却不是这样子。而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就是重新把自己的火焰，记忆嘛，是重新拿起那个本属于你的火，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的啊！我听到是这种能量，重新拾起那把火焰，重新去打开自己的那个能量磁场，离开这个啊，我觉得是让你觉得很苦的、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人事环境。这个是你的啊，我觉得是这个是在我觉得是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啊，前3个月的时间，这个3个月的地方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未来的前2个月，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没有办法忍了，没有办法等了，所以你在选择开辟波动啊，这个是新的变化和变局。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啊，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金币6，这张牌是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这个心，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去重新拾起自己的火焰，去离开，去开寻，你看寻找和发现嘛，你将发现平衡的点。这个平衡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之前的东西，为什么能让你的火焰没有？因为非常的内耗，或者是说那个地方真的是不公平，你做也没有好的结果，你不做可能也没有好的结果，就是如此的拖拉，所以你们的火就灭了嘛，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嘛。而在你们新的探寻里面，你们将找到机会，
你们将找到可能性，你们将找到希望。这个东西将带给你的是公平。我看到是什么，就是有些朋友，第一个啊，就是你能遇到一些就是愿意扶持你的人事物，一些能够滋养你的能帮你的东西。金币六，而且我看到如果如果是人的话，他帮你的话，你能回馈给他想要的东西，你是有价值的。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真的是手里面有东西的啊，可能是你的技术，可能是你的能力，可能是你的这种创造哦，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手上有东西的。所以如果这个人他愿意帮你的话，你是能够回馈过去的。如果未来3个月的时间过后，你发现的是这个探寻里你找到的是新的地点的话，那么这个新的地点能够带给你创意、灵感、发展和新的契机，而你也在新的环境当中，新的那种圈子里面，我觉得你会重新焕发出新生的力量，变得更加的有斗志，变得更像自己了，而不是说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不喜欢的样子。再来呢，就是这个金币侍者，因为我这边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能量是连在一起的嘛。那当你来到了这个新的、更加能滋养你的人身边，能够更加给你机会的这个平台和物理的地点，那么当然你要学习金币侍者，你一定会学习新的这些人呢，新的这些地点呢，新的这些环境呢，它有什么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你要如何去适应？你要如何去让自己融入？你要如何在新的地方去施展自己的能量和光辉？所以你看，你的能量一下子就激活了啊！你看，大家感觉一下啊，你看从这个老人家都已经好像有点不行了，你看一下子变成了这个青年，多么的有活力，是不是？多么的有生命力啊！最后的这张牌，这个是大主教的能量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朋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6个月啊，我觉得你们发现的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土元素当中的一些新的、更好的，或者是更加适合你的东西啊，无论是环境也好、地点也好、人也好，其实这个过程真正成长的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性。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你将会发现的是，更有意义的是那个你想成为的自己，这个过程将如何走出来。有的时候这个结果和过程相比的话，我们也许觉得结果很精彩，但是只有真正走的人才知道过程更精彩。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天，你每一次的突破将对你的灵魂，我觉得是有极致的滋养。你将知道和更加确信的是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你究竟适合什么，你不适合什么，你应该对哪些人忠诚，你应该对哪些人持保守态度，你应该如何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精神上的一个提取和提炼了。一旦有了这个东西，它会凝聚成你自己的人生宝藏，这本书是你人生的智慧。一旦你有了这个东西，无论在接下来和之后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都会有更多的处理的方法和能力来解决、来应对。无论是帮助自己，还是去守护和帮助你想守护和帮助的其他人。所以在这个我们5号牌啊，这个就是大主教这张牌里面，其实我能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这种经历凝结成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而这个经验不仅仅是你能够受用，它成为你的智慧，同时也有可能去帮助你成为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并不是我们平常感觉到，比方说你去领导别人，我觉得这个领袖的能量更加多的是在精神上能够去指引他人。这个成功的道路，这个从淤泥里拯救自己的这个方式，这个经历将能够让你去帮助更多的人。他的帮助更多的形式是精神上的提炼，指引别人，影响别人，鼓励别人，这不就是火元素最纯粹的展现吗？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未来6个月你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今天的整体能量去看啊，我觉得无论是在工作还是感情当中，大家想去如何的尝试，其实未来6个月你们的机会很多，而你们的状态真的是焕然新生。我刚才看到最明显的就是从这个老爷爷变成了这个年轻的少年，这个状态是真的变好了。所以大家要去抓住未来6个月的时间，不要放弃，不要放下，也不要停下来。如果你忍无可忍，那么则无需再忍，让自己变成那个真正的自己。你能够完成这一次的自我拯救，或者是自我成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啊。提前的祝第3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